川普一启动这个战争就没有想好，他本来是想要捡便宜，荷姆兹海峡其他国家是冷眼旁观，你这种战术我一看就挨打的局面，我干嘛去啊？要让伊朗从荷姆兹海峡撤退，必须要对整个伊朗进行空前未有的大轰炸。那如果你美国做不到这一点，那稳输的。美国之所以能够维持一个霸权，主要是它在3个地缘政治上都它控制住了。第一个就是荷姆斯海峡，如果这3个战略支柱有任何一个被其他人所控制，美国的整个战略布局就崩溃了。好，观众朋友，今天在中东局势，我们要赶快来聚焦。现在伊朗炸了荷姆兹海峡这边之外，现在会出动亮相的2款新武器，今天会带观众朋友特别来看到，包括了尼什飞弹，还有这一款是 AI 的水下无人机，全部都要上战场吗？接下来也会关心到是这个荷姆兹海峡的部分，美军现在希望组成一个7国联军一起去守护荷姆兹海峡，但是盟友现在都躲着不动作，等于是美军自己要孤军护航吗？川普还拿川习会来做威胁，中国、中俄是否也卷进了这一场战争的火药库？今天会一起来做关心。我们要赶快来看到最新消息，是这个伊朗革命卫队15日发动了新一轮54轮的真实承诺4的一个行动。首度就是动用到了尼什这一款中程弹道飞弹，打击的目标包括击中了以色列和特拉维夫多个城市。当然，现在以色列它的这些整体里面的死伤资讯是完全封锁住的，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真正得知。但是确定的是有击中这几个地点。这一款尼什飞弹因为是首度亮相，也稍微带观众朋友来了解它的小档案，包括它是固体的燃料飞弹，射程落在2000到2500公里，可以做随时的机动发射，准备时间相当的短。那么刚刚特别提到，就是击中了以色列的要害。再来看到第2款，同样也是首次亮相的，就是它的电动水下无人机了。这个是阿兹达尔，搭配 AI 作战，最关键的地方是它是做锂电池无声的，可以在水下潜伏最长时间达到4天。作战的范围超过了200公里，现在被解读会被美军视为是它在荷姆兹海峡的一个新噩梦。这2款武器应对到了来自于伊朗的威胁，来看到美国方面也有所动作了，派出了是从这个海军陆战队大约是2500名的士兵之外，还包括派出他的这个两栖攻击舰，这个是迪黎波里号前往中东地区。另一方面，现在呢，川普也拉拢他的盟友们，总共是6国的盟友，包括了中国、法国、日本、南韩、英国，要求他们派自己的军舰来护航荷姆兹海峡。而目前为止，只有日本一国是稍微有回应，说这个态度是审慎来做考虑，其他国家几乎是默不作声，或者是说不愿意加入啊。再来，川普威胁的对象还有北约国家。他说，如果北约你接下来不协助我们来保护荷姆兹海峡的通畅的话，将会非常糟糕。并且呢，他也说了，原定我要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的这个峰会，现在碰到这种状况是可能延后的。伊朗革命卫队则是发出了最新声明，美军有种就把你的军舰开过来吧。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特别关注到伊朗的这2款武器，刚刚讲的尼什弹道飞弹，还有这个 AI 的水下无人机阿兹达尔，战力有多强？美军能守住这个荷姆兹海峡，那么避免成为海上噩梦吗？吕舰长怎么看？这个尼什跟以前它的弹道飞弹最大的差别也就是这么长的一个射程，可以远达2000到2500公里，但是呢，以前的通通都是液态的这个燃料，那现在这个是固态的。固态跟液态最大的差别，也就是固态只要它完成举升之后，它立刻可以发射。那液态的话，它要先加注燃料。那加注燃料其实是一个非常耗时的过程那而且呢，它这个燃料车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非常的危险。那如果我们来看这里面没有一款飞弹是尼什那也就是我们是做出比较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说，以前的例如说距离比较短的，那它的这一个多半都是固态的。那液态的话呢，我们感觉起来它的射程比较远。可是呢，实际上来讲，它的缺点我刚刚已经提到了。那这一个距离，我们讲到说，其实它到以色列它要攻击以色列的话，其实它并不需要
这么长的一个射程，那它为什么还要用这个2000到2500公里的射程？最主要的，也就是它要那个速度，也就是当我的这一个弹道飞弹呢，我的弹道的那个塑造越高的话，那其实它返回的速度越快。那也就是像我们刚刚拿的这一张啊，也就是当那个它直接打到这个以色列的时候，它的速度其实会让以色列现在所有的无论是爱国者萨德或者剑士2、剑士3，完全没有办法反击。而且它再配上我们讲到这一种也就是见证者136的这个无人机，其实这就进行一个饱和作战的话，那其实就是这种攻击模式，其实会造成这个战斗系统的饱和啊。那另外我们讲到说这个阿兹塔尔的这个电动水下无人机，那我们现在还不确定说它是真的是攻击，还是它只是现在拿出照片来做一下这一个进行认知作战，让大家觉得害怕。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如果说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一个型别来讲的话，现在大家都拿 AI 来说事啊，大家都说 AI 怎么样，可是 AI 它需要学习，那它需要蒸馏，那它才知道这种攻击模式是什么。那如果我们来对比啊，说之前这个在泰国的货轮被打到的这个状况，因为它有比较清楚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尾部的照片，它在水线之上，可见它不是被这一个水下无人机打到，因为如果是水下无人机命中的话，它的洞就在水下啊。那而且呢，那为什么会打到这个位置？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的看啊，这个流体力学来讲，它到达这一个车叶这个部分的时候，它会有一个上扬的部分，那是因为车叶的旋转造成的一个吸力啊，所以它会直接撞上这个。那它撞上车叶或者是舵轮的话，实际上来讲也瘫痪了它的可能性。那我们刚刚讲到说，有关于这个阿兹塔尔，那当然我们对于伊朗啊，不能够太为小看它，因为其实它的大学或者是它的研究机构，而且凭借着它被这个经济封锁这么多年了，它还可以有现在的这种打法，平均一天发动3次的攻击啊。那如果这个的话呢，它必须，如果我们讲说一个水下无人机，它要能够成功的攻击，除非是它在空中有这一个无人机的配合，不然的话，它就要有非常完整的，无论是在声学或者是有关于说这个船只通过的压力的特征，或者是我们讲到说这一个有关于这一种部分的除了压力还有磁性之外啊，我们来看这个是去年啊93阅兵的时候，解放军所展现它的一个囊夹式的一个水雷，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在这个头上面啊有非常多的这一个征收的装置。那我们如果说按照它的构型来做分类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白色是一组，黄色是一组，红色是一组，也就符合我刚刚讲的有关于声纹或者磁性还有压力的部分。但是我们讲到说有关于这一个霍姆兹海峡哦，那是不是能够掌握？其实跟海流有关啊，你要放什么水雷都跟海流有关。为什么之前放水雷都不会跑到印度洋去？因为它这外面是有涡流的，也就是它绝对都会被挡住在这个里面。所以任何一个沿岸国家要使用水雷或者是水下无人载具的话，必须要对于水文或者是你的对手的声纹、压力、磁性要有一定的了解。好，面对美国现在面对伊朗的这一场长期消耗战哦，还包括了水雷战，甚至伊朗寄出的各种的黑科技武器。那美国方面呢？美国最近找上了这个说要组成的6国联军，一起来守护荷姆斯海峡。结果北约对他冷眼，那日本还稍微说，我会考虑一下这样子。那为什么这一群盟友现在只能旁观吗？这是第一个问题，请教委员。第二个问题就是美军派的这个迪黎波里号，它的战力到底为什么急派从日本派过来？委员怎么看？
我先说明一下伊朗的武器哈。尼什这一款弹道飞弹不是新的东西，是2008年就试射，2009年就服役，只是他没有拿到战场上来秀而已哦，差别在这里哈。它没有特别先进。我们知道现在战争最大的特色在什么地方？防御的东西精准度要非常高，比如说你要打下一个尼什导弹，你的蓝翼的飞弹必须准到分秒不差。但是攻击的导弹，它的攻杀范围就非常的大。反正我打不到你左边，爆炸范围影响到你右边就可以了。所以攻击的武器容易做，拦截武器不好做。所以拦截的武器成本非常高，攻击的武器成本非常低，相对而言，所以变成说我的攻击的武器量够的话，那你拦截的武器基本上效果不会太好。那这句话供那个台湾之盾做参考。是有这么一个特色在。那这个从战略来讲哦，你要这样看哈。美国之所以能够在世界维持一个霸权，它靠什么？当然你说啊，飞机啊、军舰啊很厉害啊等等的，这我们不否认。但是主要是它在3个地缘政治上都它控制住了。第一个就是荷姆斯海峡，第二个就马六甲海峡，第3个就是巴拿马运河。如果这3个重要的战略支柱有任何一个被其他人所控制，美国的整个战略布局，在全世界战略布局就崩溃了。那荷姆斯海峡现在就其他国家来讲，它是冷眼旁观，因为他们无能为力，还在看美国有些什么战略布局或者战术活动。对美国来讲，他现在派海军陆战队干什么？就表示他有期待要占领荷姆斯海峡上面的所有的小岛。但这是不是长久之计？我个人看法，光这样占领是不够的啊，所以其他国家会觉得，你就派这一点军力，你能干嘛？我觉得护航不是被打趴吗？因为在这种地方哦，防守的成本高，攻击的成本低，防守的基本上来讲的话，你风险高，攻击的风险低。就刚才我讲那个现代战争的一个特色。那你任何一个国家，不管谁要帮忙，日本也好，韩国也好，哪个人帮忙？你也要面对同样情形啊，风险成本高，而且效率可能很低，而对手呢不风险低，成本低，你那个你使这样2008年出来的那个技术水平，基本上成本不高。那你那个什么水下无人机，那其实就水下鱼雷啦，那个程度不能跟93大阅兵中国大陆拿出来那个来比，那差太远了啊。所以当然我们也讲过它很厉害很厉害，可是还好啦，因为这荷姆斯海峡哈还好啦哈。那所以你其他国家为什么我去你这种战术，我一看就挨打的局面，我干嘛去啊？哦，这是第一个现实问题，我的成本高，风险高。第二个问题在说，你这个战术要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说你在荷姆斯海峡跟他对垒根本不是办法，你要怎么样？要把战争的重心摆到德黑兰去，你才有赢的机会。这个很简单的战略道理，我都看得出来，其他人看不出来嘛？什么意思？你想想看，当时南斯拉夫为什么会妥协、让步、投降？就是你轰炸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轰炸几天？78天。那你利比亚为什么格达费会下台？利比亚的军队会撤出？因为你轰炸利比亚的首都迪利波里，轰炸多少？272天。因为你轰炸他的首都核心，其他的反对力量的军事力量才能集结嘛。你今天不是啊，你今天跑到外围跟他们的这舞文弄墨，怎么在跳舞啊？所以这种战略本身就是会输的。那你说美国有没有能力轰炸这个德黑兰？那 piece of cake， 但是政治的限制让美国做不到，这是美国的问题。就是说，美国会很多人问你啊，你为什么轰炸德黑兰呢？啊，你为什么呢？好，所以川普一启动这个战争就没有想好，他本来是想要捡便宜，就是我把你哈米尼炸掉了，革命卫队领导炸掉，国防军就会起来政变。哪知道他一直呼吁国防军接管政府，国防军不敢。为什么？你就凭这样一次轰炸就能够使革命卫队退收？那是不可能的。他的规划者从来没有去想过。比那个利比亚的能力比德黑海还差他都轰炸272天啊！那你贝尔
格兰都还轰炸78天呢，那你德黑兰这样怎么可能？所以要让伊朗从荷姆斯海峡撤退，必须要对整个伊朗进行空前未有的大轰炸。那如果你美国做不到这一点，那你政治上的限制，让你不能做。他其实不是军事能力绝对做得到，他只是现在政治上不可能让他做到。那做到的点就是说，让伊朗到达了什么？这个所谓斩杀线。伊朗的经济、财政，还有他革命卫队的实力，在什么样轰炸条件底下会掉到斩杀线以下？那你这个时候伊朗才可能从荷姆斯海峡退。所以你没有这个条件，只是要去荷姆斯海峡做一种防卫作战，那稳输的，那稳输我干嘛跟你赌呢？那如果你看他稳赢了，我跟你讲，争先恐后啊。好，现在美国基于政治的原因，在没有办法直接轰炸德黑兰本身哦，那变成骑虎难下。现在伊朗看在眼里，则是持续的对美国挑衅，就是说你有种就把你的军舰开过来吧，还说呢我背后还有中俄可以做帮忙。杨老师又怎么看？我们在过去的战争或者是安全议题上有一个法则，它叫做不对称法则。那也就我们通常讲的不对称战争。可这个不对称不是单纯的只是强弱之差哈。如果弱到你实在是根本不可能去做任何局势的影响，你基本上只是弱而已，而不会构成任何不对称能够去扳倒就是强弱之差，然后呢有胜出的机会。一定要有胜出的机会，你才会有不对称法则的这种就是运用。那但是另外一方面，它也可能是在强方，因为强方它拥有的这个就是条件呢，可能本身内部有它这个问题，所以它没有那么强，它看起来很强，但没有那么强，它怕的这个损失，它怕的代价，它怕的成本，会造成它自己本身行动的限制，所以它这里面会出现不对称法则。现在在伊朗跟美国的战争当中就有不对称法则。第一个在地缘上。那刚才蔡委员讲了，这个高山的，你要去打地面战争其实有它的困难。那同时，它又是中东地区的一个大国，人口将近1亿，然后60%的人是波斯人。那第二个不对称，它是军事上的不对称。美国不是很强吗？在这里，但是美国能够把所有的武器都搬到这里来吗？那最重要是。弹道飞弹跟无人机的确到目前为止，美国以色列也招架得很辛苦。这里面还有一个最重要第3个不对称，那就是能源。能源不只是荷姆兹海峡的这个关闭能源更是就是伊朗跟海湾地区国家的这些炼油跟输出的设施。所以你看，川普打了半天打哈尔科岛，他不敢去打那个炼油设施，为什么？你打他，他打你，他打。沙特阿拉伯巴林的这些炼油设施，那荷姆兹海峡也不重要，因为没有油可以运出去了。所以，如果你一旦进行了大规模的这个地面部队或者是轰炸行为，可能这个炼油在这种不对称的情况之下，就变成一个代价，而这个代价可能大概不是美国或者是世界愿意付的。好，接下来我们要来持续关心到的是，在这一场美伊的战争当中，大家就在看说，为什么伊朗在近期它的打击的力道，还有它的精准度，为什么特别的高？现在有一个说法，是不是主要就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北斗卫星在这个战场上面发威了呢？所以伊朗能够精准的命中许多的美军基地。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到穆吉塔巴也就是这个伊朗最高领袖，现在也发文说要号召圣战，还联手谁呢？真主党来一起打残以色列的铁穹，被真主党给打破了他的神话。我们等一下一起来特别做关心3个火箭话题，我们等一下也请来宾帮我们特别做解答的。伊朗再发动了另外一轮的真实承诺，这一次呢精准的狂轰了美军基地，是不是跟中国大陆的北斗卫星有关系？来自于伊朗的说法说，美军的中东据点有70%都已经沦陷了，真实性如何呢？
再来第二点，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黎巴嫩真主党，他只靠了火箭弹就打破了以色列的铁穹神话，还不是使用伊朗的这些高超音速导弹哦。为什么以色列这一次真的挡不住来自于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一些火箭弹的饱和攻击呢？最后，我们今天会来关心到的是，大家就在看说穆吉塔巴已经消失好一阵子了，突然间在社群媒体上发文，但是他还是没有现身的，是真的受伤了，还是战略上面一个做表态呢？他是想要吓美国跟以色列，还是趁机做内部的动员？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我们先来看到伊朗的精准打击哦，这一次真的是打中了许多的美国在中东的基地，这当中包括了在卡达乌代德基地等等，还有苏丹王子空军基地。都是伊朗的目标。他们说70%的美军中东基地都已经受到了摧毁。北斗卫星真的有助攻吗？我们要知道的事情是在使用北斗卫星之前，伊朗在去年对上美国的12日战争的时候，当时还是用美国的 GPS 的，但是没有想到在战场上面受到美国的干扰哦，所以他现在决定要全面转向使用北斗卫星了。那现在我们也来看看北斗卫星跟 GPS 的比较，为什么现在伊朗反而比较喜欢北斗卫星？先来看到它的数量，北斗卫星有45颗 ，GPS 只有24颗，其实在精准度上，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出差异了。北斗卫星的精准度是3.6到5公尺，那么 GPS 则是5到10公尺，所以北斗卫星的精准度还是比较高的。再来，北斗卫星是3种轨道的混合，但 GPS 只有1种轨道的混合。特别请教将军怎么看这个伊朗改用了北斗卫星，对于它战力的提升到底有多大程度的影响？当然这是很明显的，伊朗的不管它的无人机或者是它的导弹，它的导航其实到底都是要用这个卫星来做导航先输入它要攻击的目标坐标，然后借着卫星来做导航。因为以伊朗现在的军事能力，它可能没有办法做遥控，包括它的现任的无人机都是这样。所以它一开始输入一个目标以后，借着卫星导航，它自己飞机就去攻击它，并给它定的那个目标点，它在做这个攻击。那为什么这次的北斗卫星它会比 GPS 要好用，更好用？第一个，它的不容易会被干扰到，这个很巧妙。你知道为什么北斗这个 GPS 美国没办法去干扰北斗卫星嘛？那反而其他的大家都可以去干扰这个 GPS， 反而美国不可以去干扰北斗，因为他们所用的频谱那个 GPS 先发展出来嘛，所以它用了很多的频宽，几乎它都占满了。那北斗只能用从中间的，它没有用到剩下的频宽，由北斗来用，所以北斗变成在利用这些频宽剩余的空间价值。但是没想到这反而造成北斗不容易被干扰的因素，因为你如果说是要去 GPS， 你要去干扰北斗的话，你连 GPS 自己都会被干扰到，所以说美国没办法去干扰北斗，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北斗当然它的卫星颗数比较多，45颗然后 GPS 24颗。我觉得还有最大一个因素是这个北斗的授时更为精准只有大概10纳秒。什么10纳秒呢？这个就是说，其实卫星定位很重要一个因素是授时精不精准1纳秒等于10的负9次方秒，你看那个多精准那我用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来跟大家讲，假如说我们以前古时候，你知道他们这个船员航行的时候，怎么样来定位它的这种经纬度嘛？就是说，比如早上6点钟太阳出生的时候，我拿一个时钟现在6点钟太阳出上来，那我开始向东航行。当我航行到某一个地点，一看，5点钟的时候太阳升上来，这时候我就知道我在经纬度几度，是吧？它是用这种方式。那所谓的这个授时，就是依据这个，你知道地球自转1秒钟转了480几公尺，这种转的速度之下，你如果说是就从伊朗发射一颗导弹要打2000公里之外的以色列来讲的话，你不是说是定位的问题，你是这个时间你要算进去，自转的时间你要算进去。那北斗它会把这个授时的非常的准确，它甚至比 GPS 还准所以它可以很精准的在某一个等于说是纳秒等级，纳米的纳不是奈米，比奈米还小一级，纳秒等级。所以我觉得北斗因为有以上几种优势第一个它的这种卫星数目比较多，第二个它授时的会比较精确，那第三个在这种状况下它避免掉很多的干扰。
当然这一次很明显的，伊朗它就转用北斗系统来作为它不管是它的导弹，或者是它无人机来作为它定位的一个这种工具了哈，所以才可以那么精准的对远到以色列2000公里之外目标做一个精准的打击哈，甚至于那短的来讲的话。它的无人机打200公里之外，美军在波湾基地的27个基地，它也可以做精准打击。我觉得是跟使用北斗绝对密切脱离不了关系。好，这一场战争，后来这个。伊朗是特别选用了北斗卫星来打哦，所以现在得力于北斗卫星做了一个精准打击。其实呢，除了北斗卫星在这场战争上面对于中国大陆的北斗卫星对于伊朗有所帮助之外，还有实际的战力，现在是得力于黎巴嫩真主党。我们要来看到伊朗加上黎巴嫩真主党哦，开始对以色列展开大规模的饱和攻击，发动了飞弹、火箭弹跟无人机。那真主党他出动的弹海战术是怎么做的呢？也就是在11号这一天的夜晚，特别发射了超过100枚的火箭弹，结果没有想到这个以色列的铁穹就破功了，拦截率只有50%，甚至传出以色列的海军特种作战的总部遭受猛烈的攻击之后重挫。那初步统计现在也有死伤哦，7个人死亡跟21个人受伤，数字当然都还在持续的统计当中。穆吉塔巴这时候说了，会跟美以奋斗到底，报复到底。再来，以色列则是说呢，这个是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这个时候他出来说了，他说会对穆吉塔巴等人再度的发起斩首。不过他也坦言，要推翻伊朗政权的目的可能无法达成。我们先来看到伊朗联手真主党为何可以打破以色列的铁穹，而且呢，拦截率只剩下50%。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这是不对称作战，因为这个黎巴嫩的。我们讲的火箭炮、火箭弹呢，大概1枚大概30万台币。那一个铁穹是150万，你拿150万去打这个30万，你看看你，所以你还不能拿1枚来拦截嘞。有人说拿2枚或者3枚来拦截它，因为怕它有漏网之鱼。你要知道全垒打王啊，全垒打王，你看那个所有棒球的全垒打王最厉害的，经常被三振，所以你不见拦截得到那你这样子看，他30万的，你拿150万乘以450万去打这个30万，以色列就是我们讲到的，就是不对称作战。以色列付得起这个钱，但是问题是代价太高。他拿那个一个就好像你一个破烂车，结果你拿的是1000万豪车，2个去对撞，他破烂车反正他也不要了，但是你的1000万豪车没了，你要不要这样赌？就是所以他们打的是不对称作战，以色列应该搞清楚这是不对称作战。他花了火箭，你还不能不拦截，不拦截真打进去死了人，这个找谁？那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大量的打火箭弹，黎巴嫩真主党大量消耗以色列的铁穹。当然，以色列会不会用爱国者？不会，太贵了。也会用剑2跟剑3的反弹飞弹，也不会。会用大卫投石所也贵，最便宜是铁穹，那就拿铁穹来拦。但铁穹也贵啊，1枚铁穹也是150万啊，是这个样啊。因为拦截就是贵。是。然后我们看伊朗是怎么样？为什么叫黎巴嫩真主党一定要动？这就叫战略牵制，不然让以色列一直打我受不了，你去牵制他。就对他发射火箭弹，对这个以色列，就是以黎边境啊，黎巴嫩跟以色列边境，你就是发射就对了，反正你便宜，你越发射以色列越亏，而且以色列的这些防空警报发放，一定要发放啊，你不发放，万一打死人怎么办？他就马上就地避难，是要这个样。所以今天这个伊朗被打，他一定会动用这个黎巴嫩真主党跟在南边的红海南端的我们讲也门的胡塞组织，这2个一定会动。只是说，因为胡塞组织因为没有船经过，又有船经过的话，他又拿翘了，是这样。然后我们来看呢，那这个以色列的这个铁穹系统啊，消耗会很快，问题出在这个地方，但是补充很慢。你要做飞弹，做这些的飞弹没有那么快的，那你就是暂时消耗很快，跟美国的目前状况一样，赶快调拨这个爱国者飞弹从韩国，为什么消耗好快啊？我自己不够，赶快调拨啦。以色列会遇到这个状况，只是以色列不能讲，因为一讲的话，整个以色列的心防会崩溃，不能说，反正尽量拦截就对了，因为不知道能够打到什么时候。这个战略牵制跟这个洗脑会发生一些功夫，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可以撑得住，但是问题代价太高。它的这些高价的设施会被摧毁，它的高科技会被。高科技的设施，甚至呢，我们叫雅虎啊，这个亚马逊啊，或者是个 Google 啊，这些相关的也会这种高价的这
这个科技单位也会被这个黎巴嫩或者是伊朗做一个反制报复的一个目标，所以以色列都要冒这个风险。好，伊朗的反制动作采这个不对称的作战。那穆吉塔巴为什么又趁势的在这个时候特别发文？因为消失了好一阵子嘛，又特别发文。老师怎么看？这个穆吉塔巴啊，目前为止我可以跟大家保证啊，他是基本上是安全的，曾经受到过攻击，但是没有受伤，因为这个纳坦雅胡说的嘛，他可能要对他进行再次的斩首嘛。对，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搞得清楚。那在 X 平台上发表到他用一个蓝色的标记注明他是真实的嘛，啊，但是的话呢，他不会轻易的露面，但是他要讲出他的原则。但是他什么呢？我今天看了以后呢，他就是有2张照片嘛，啊，一张照片的话是他在上面，后面是金光万照，然后底下是他爸爸嘛，啊，大家不要忘了，这个就是什叶派叫做就是大阿亚图拉啊的继承嘛。原来这个什叶派是不流行这个父业子承的。啊！但是现在的情况没办法，他是最想复仇的人嘛，的国仇家恨，他家人被干掉8个人了，所以他心里会觉得说非常难过。只要他有出来讲话的话，那个川普跟这个纳坦雅胡都非常讨厌他，因为这个觉得伊朗这个印查麻烦的搞不定了。那另外一张图片的话呢，刚好就是科梅尼啊，这个他爸爸哈梅内伊还有这个穆杰塔巴3个人排在一起嘛。这个对于这个伊斯兰教来讲的话呢，科梅尼就是神嘛，他爸爸应该离神也不远。那他现在继承神的位置，所以构成要强调内部的团结啊，但是不能够露馅呢。一露馅的话呢，因为我告诉大家，以色列那个摩萨德啊，为什么在伊朗特别厉害？大家要搞清楚啊。我查了一下，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建国的时候，有1/3犹太人从伊朗回去的。哎呀，全世界的犹太人很多啊！中国的河南开封有犹太人呢，我都搞不清楚。我在看网络的时候，发现开封的犹太人很爱以色列哦，那莫名其妙，这个过了1000多年了，他们很爱以色列，戴那个小帽子啊，在里面祷告什么的。那这个说明了一件事情啊，这个以色列的间谍特别厉害，就说你现在长得一模一样，对不对？搞不好还当将军呢。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以色列摩萨德当然厉害，所以说伊朗就必须要小心一点了，对不对？然后这一阵子的话呢，难得。但是他这个儿子啊，就是这个穆杰塔巴，他宣布此次为圣战，对啊，那这个就没有回转的道路了啊。伊朗来讲的话呢，鱼死网破，所以你刚刚问的很多问题啊，就是说那个一个不要命的，那个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他就跟你打到死活为止啊，就我就是不活了。我记得啊，这个伊朗现在打这种战争，有一点点像我们原来抗战的时候，突然激起全民抗战意志的时候，一寸山河一寸土的那种感觉，那种气势慢慢出来。虽然伊朗比起咱们这个命运比起来，我们这个中国人命运算是好很多，但是他目前面对的一个亡国灭种的一个压力，它确实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有这个领袖啊，这个叫做穆杰塔巴，就是要引导这个伊朗的发展。针对这场战争，没有想到现在是副总统范斯要带头造反了，捅刀川普。等一下我们来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美军现在的最新伤亡数字，我们也带观众朋友稍微来看到最新的数字，来自于美国国防部的证实。他说目前是7名美军阵亡，另外140个人受伤，当中8个人伤势是重伤，非常的严重的。会不会影响到期中选举，拉起了警报呢？共和党现在也在分裂切割，要自保。我们今天就这些政治议题一起来看看对于美国国内的冲击到底有多大。好，来看到的是，确实这场战争已经影响的就是美国政治的分裂了。川普自己坦言的，他说他现在跟副总统范斯在伊朗这场战争上面的问题已经完全的不同调了。因为范斯他主张的是，美国你不应该这么多的介入海外事务，应该减少对于海外的军事介入。美国不应该再让自己陷入在中东的战事的泥淖当中了。那么最新消息，我们也来看比较敏感的事情是来自于美国媒体最新的爆料，内部在白宫出现了权力斗争，也就是范斯跟他的司法部长疑似透过公开爱普斯坦的这个档案来对抗川普，而川普知道之后，当然绝对是震怒了。他说，如果自己真的因为这个事情被迫下台的话，他会摧毁范斯未来的总统之路。川普不只是说说而已，事实上他也有具体的行动。他的行动就是选在原本就不挺川普的海湖俱乐部的金主面前。我们来看到他来到了海湖俱乐部讨论2028年的总统接班的候选人。那么可
可以看到的是，当天晚上这一些的金主几乎是一面倒的，大家都是比较支持卢比欧，远高于范斯的。现在其实共和党内面临非常大的期中选举的一个压力，又再加上范斯现在公开唱反调，难道范斯已经在为2028年的总统大选铺路了吗？这一枪出来，接下来对于共和党还有期中选举的冲击又有多大？岳老师怎么看？我看了一下报道哈，就是说这个 Halfway Post 当中这个消息当中我没有找到，但是我觉得这里头的话呢，有几点是可以谈的哈。首先，第一个，我们大家都同意，这个川普打这场战争里面出现了非常吊诡的事情，很奇怪的事情啊。比如说我刚刚讲到这个美国人的话呢有意见，像 F-15这么好的战斗机舍不得卖给我们的，居然被友邦科威特自己打掉3架那到现在也没有任何解释。你说打掉1架的话呢，以前 F-18大黄蜂掉下来，大家可以了解就是友邦误击，那连续误击3次，那你就这个真的是到目前为止，我问了所有的人得不出来，因为说句良心话，我们不是军事记者，但是我们会了解到。第二点的话呢，我必须要强调，这段时间的话呢，卢比奥出现的几率比范斯多得多。范斯基本上成了隐形人，都没听到。那原来是部长叫邦迪也不见了，原来都是很捍卫。邦迪前一阵子的话，还是为了这个爱泼斯坦案的话呢，跟这个美国国会大吵一架，吵得非常凶那但是呢，现在呢也好像都没有出现了。但这个消息讲呢，美国的共和党的内部出现了这个不同的声音我觉得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因为11月的时候的中期选举是美国有很多人要选举，要选州长，要选众议员，那你现在搞成这个样，他怎么选对不对？大家据说就是说可能会掉下的位置那么这个川普变成跛脚，几乎是已经确定的事情。那美国的川普总统第2任变成跛脚的话，这个问题非常严重。为什么？因为他干了每一件事情，他起码就会被遭遇到我初步保守预估，他会被弹劾250次。这个是因为大家就会觉得说，因为这个的确就这样子。然后第3点的话呢，我必须要呼应一下那个伊朗本身人家是一个3000年的一个民族嘛你在现在的话呢，你越打。我有的时候我真的不忍心讲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在抗战时期的时候，那个历史的痕迹让这个民族透过历史的解释会变得更强壮。为什么我们到现在是一寸山河一寸血，10万青年10万军，朗朗上口？伊朗现在就是这个局面对不对？那你现在美国的话，250年大家只急着发财，那怎么拼了？所以为什么长期来讲，没有美国总统不想打伊朗的，那只有川普敢。然后呢，伊朗本身来讲呢，这个哈梅内伊呢，他主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压制住伊朗的话呢，就是封锁荷姆斯海峡。现在这2件事情在这个礼拜都爆发了。我跟你讲，这件事情真的很难善了。而且川普自己发明个无条件投降是由他来定义的。那他讲说他要结束，那怎么可能？我告诉大家，伊朗的结束方式就是所有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全部滚蛋。就这么简单。好，所以这场战争我们也刚刚看到了嘛，持续的影响到美国自己内部共和党的政治分裂。那还有哪一些呢？等一下请聂老师持续的带我们看。现在在美国可以说整体都烧起了民众的怒火，民调也显示了现在60%的美国人其实都是反对对伊朗动武的。而且呢，现在这几天可以看到，包括了在50多个城市，在美国已经爆发了反战示威，大城市当中包括了华盛顿、纽约、洛杉矶到芝加哥，民众都高喊停止战争，痛批川普才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威胁，并且这一股抗战的反战的风潮已经蔓延到欧洲了。伦敦街头数万人同样的是走上街头怒火，加拿大多伦多示威者则是在美国的领事馆外抗议。再来，欧洲的政府也跟美国保持距离。西班牙说不会成为这一场战争的帮凶，这是共和党最大的政治炸弹了吗？聂老师怎么看？ OK， 我觉得人生、国家或任何人都应该遵守人生的2个红线。第一个呢是道德，第2个是法律。可以看一下川普现在的行径行为，他有遵守任何的道德吗？他有任何法律的规范吗？完全没有啊！所有东西国际法他说了算，人家所有人用国际法束约他，他说我不认国际法，那个法都不算的。反正他说了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请问从道德和法律的标准之下？ 除了很怕他，必须好像这个卑躬屈膝来听他话的人，请问会不会反感？因此，不管内外，都一定会有很多反对声浪，甚至一些中等以上的强国，过去都是白皮肤白种人，跟他这么友好的一些国家，为什么一到我们的对岸中国去这个不要说示好，带着这个经济财团这样去做一些经济的互惠，
就是因为大家对现在美国的所有的行径已经没有办法接受。当然，只要稍微有良心道德的美国人也好哈，或社会一些知识分子，或者国际上的一些这个良心人士，你会发现，就一定会集结人去反他的行为，甚至已经牵扯到了这个行为就是整个美国的动作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的问题很大。当然，从美国政治体来讲，当然川普的行为，当然他就是一个共和党、民主党的对峙，在共和党从一个政治素人已经拔擢出了变成总统，而且任了2任，分开的2次的一任。这个总统呢，如果他做得好，其实他的魄力能力其实是被大家肯定的。但是因为他做的是很多道德和法律上的疯狂举动呢，造成大家没有办法接受。因此，当然自己共和党的政治负担就非常之大。民主党当然这就可以有机会见缝插针。所以以川普来讲，不管在任何时候的反复无常的话语，或很非常自豪的话，只报人家之短永远讲自己之长，把自己的这种弱点藏起来的这样的问题。一定会出问题。各位，我先要讲一个东西，你知道我稍微研究过川普这个人。他在年轻30几岁的时候，他常看电视，很关心政治。他以前就想选总统，而且说他一定选得上。各位你要知道，他当时我爬搜他最讨厌一个总统是尼克森，他觉得尼克森做得很烂而且被弹劾下台嘛。但是他最欣赏的总统就是雷根 Reagan。在40几岁的时候，你会发觉雷根从1980年到1982年，他很多行径都在学雷根。包括你知道广场饭店他会买下来，是因为广场这个1985年9月20号跟这个美日英德法5个国家开了广场饭店协议之后，他在2年3年后把它买下来。你知道他去拜访雷根的时候是带着什么眼光？连续去了好几次，你去稍你就知道，他一直很多路线都跟雷根走。他很讨厌尼克森，对不对？可是你会发现，各位也可以去看一下，有一部电影就叫《尼克森》，就是尼克森。尼克森当时被人家反对，就是做了一件大事。为什么？大家知道越战1955年到1975年20年。这之间，尼克森1968年上任，他做了什么事？他上任以后，他做一个动作，说打太久，他消耗战太强了，我们没办法，我要撤军。这是好的。结果呢，他偷偷做秘密行动。1968年说要撤军，是暗地就跟川普一样，表面说撤军，在1970年相反做了一个叫 linebacker 的行动，叫做后卫行动。你要干嘛呢？去扩大秘密轰炸柬埔寨、辽国。为什么？他这个因为北越南越的战争，他为了南越要去去封锁那个胡志明小道那个北越的地方，他就乱轰，就轰了以后，就像现在他打伊朗一样，召集群起激愤，你知道吗？愤怒，而且非常多的美国人在里面也是一样反抗，就像你刚刚讲的，这样的美国人也是反抗只是当时呢还在校园，因为反这件事，反他的秘密行动扩大的这个秘密去炸这个柬埔寨、辽国，而在校园开枪，还死了好多人。尼克森当年的事情呢，也因此呢被非常多记者在挑衅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撤军，还去扩大去攻击柬埔寨、辽国的事情？他不是发生在他身上吗？你不觉得在政治就会产生很大的负担吗？你觉得他还能够撑多久？我真的是很怀疑啦。但是当然，他现在所有的政治内阁全是中心内阁，他原来把他自己封锁的死死的、好好的，对不对？这个防线的确很强，可是你知道，全部都怕他了。你知道这次我觉得最恶心的，我来形容的一件事。各位，我不知道，那应该不是 AI。如果是 AI， 我就要道歉。川普呢，人家问他为什么把一个小学炸了死掉160几个、170几个。如果这是真的话我这样讲，他讲什么话呢？他说不是我们炸，我们发现的是他们自己炸的。结果假设是真的你知道这个话绝对是假的嘛？然后他为了要证实，他不能自己讲，他就马上跟那个赫塞斯战争部部长讲，对不对？你说对不对？各位去爬一下，他说对，是对方炸的。你不觉得中间内阁中心到完全没有道德，完全没有基础，胡乱把世界搞得一塌糊涂？你觉得有道德良心的人能再继续支持川普吗？就算你能力战，就算你再有钱，就算你再有 power， 就算你再要 MAGA 把 America 要 make great， 人家已经没有办法接受了。好，所以现在其实面临很快的今年的11月份期中选举，川普除了面临自己来自于人民内部非常大的压力，还有甚至是共和党内自己内部人士的压力之外，其实另外一个压力则是来自于全球会给他的压力，也就是这个能源市场的压力。因为荷姆兹海峡现在几乎瘫痪了嘛，国际油价狂飙。虽然美国是很重要的产油国之一，但是确实它有1/3都还是仰赖进口的，也代表是说这个国际油价还是
是会持续的影响到这个川普的，那么也会让美国的经济受到波及，尤其是《纽约时报》最新也报道了说，这一场战事继续的下去，那么影响的就是通膨了，可能从2%今年升到4%，经济成长率从2.4%，今年预估会下挫到只剩下1.6%。川普还能打这一场不对称跟伊朗的这个战术吗？干哥怎么看？我要在历史上面留名，这些都可以被牺牲了。但是大家要知道哈，你有没有想过，美国自己本身是最大的产油国啊，对不对？其实老实讲一句，伊朗他把这个油路给封了，然后把荷姆兹海峡给封锁了，那川普为什么要怕？好，我现在坦白跟各位讲，因为美国自己本身身为最大的产油国，但是它仍然需要靠1/3的油来进口。为什么？因为美国所生产的油大部分都是轻质原油，就是用在汽车，生产出来的是汽油。可是你要飞机用的油，或者是柴油、重车用的油，那叫重型原油，就没有了。所以它必须要从外面进口，所以它自己出口1/3，它又进口1/3。然后呢，美国有全世界最大的战略储备油田在哪里？在路易斯安那跟德克萨斯州的地底下，在就是盐湖，它外表都就看起来就像盐沼一样哈，就是盐池一样。那事实上，他们就是因为那是个很干燥的地方，很容易储藏这样的那个石油，而经久不会变质这样。那问题是，你知道美国这个最大油田可以储藏多少吗？它4座油库可以储藏4.15亿桶。平常，如果要打仗的话，共可以存7亿桶。这就是他们准备要打仗。现在他们没有达到这个数字，现在大概在4亿桶上下。那可能这样子大家没什么概念。我现在就讲好了 ，IEA 就是国际那个能源总署，它自己本身有32个会员国，那这32个会员国，美国除外哈，32个会员国加起来是多少？它有多少储备？12亿桶，美国的7亿桶就占了人家的1半有多，所以大家就晓得说，其实老实讲一句，美国它自己本身它是产油大国，但是它也很被动遭受到国际油价的影响。因为我刚才说过了嘛，它要进口也要出口，所以那个油价不是那个什么全国连锁加油站可以决定的，不是这样。那完全要看国际局势以及经济态势跟国际现势，这些很多复杂的原因加起来，你才可以看到布伦特原油为什么几天之内冲到100，它会再往上冲的。现在听说到113掉下来一点，可是它明天又会再涨上去。其实到$120一桶就已经是美国的一般中小企业的负担上限。大家就看到说，在这个情况底下，荷姆兹海峡如果没有早日开通的话，对于全球影响很大，对于美国自己本身的影响更大。所以我认为说，川普在这个地方，他总是到最后一定要听一下，拜托卢比欧跟你讲的，你要听一下嘛，对不对？的确对我们国内的经济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的时候，你那时候 GDP 你就不能不管，就国民的感觉你就不能不管，因为那也牵涉到你跟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关系，会使你的那个贸易额跟那个指数下降。那对于美国来讲，对于中层老百姓占大多数来讲，对于他们的收入一定有绝大的影响。这就是海湾战争、荷姆兹海峡被封锁来所造成的结果。